大家好，你觉得一个宗教界的传教士怎么会一边念经，一边花9万美金血拼 LV？ 还有，当你双手合十，对着佛像求平安，殊不知那佛像后头的和尚正在跟人拍写真集。不是我们想歪，是真，有图有真相。在泰国，人人从小被教导布施积德，福报来得快，尤其是佛教在当地根深蒂固，不仅是信仰，更是生活方式。连泰王瓦吉隆功都会在生日庆典邀请僧侣加持祝寿。不是今年，因为这次他直接把80多个僧侣名单上面画叉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的精神不洁。怎么个不洁法？哼哼。还记得那个外号泰版红姐的女子吗？她不只是普通女人，她是整个佛教界的毁灭者。媒体称她为高尔夫女士，但她的球技显然不是在球场，而是在佛门里面打了一个全垒打，还顺便搞了个勒索三振。高尔夫女士名叫薇拉旺，过去低调的像阴影，但这一次曝光的照片一多，直接变成了闪光灯下的话题女王。不是因为她美，而是因为她手上的那些不雅合照。根据泰国警方调查，她跟11位僧侣发展关系，然后偷偷录像，像 Netflix 一样一集一集勒索。据说总共敲了1200万美元，台币将近4亿哦。信徒们原本以为自己布施的是来世，结果变成了某些人的奢华人生卡。你可能会问，1-2个坏和尚不能代表整个佛教吧？这话没错，可问题是这1-2个变成了一串像珍珠项链耶。2017年，泰国最大的佛寺之一的主持被抓，罪名是洗钱，金额高达3300万美元。2024年5月，又有一位高僧被曝挪用近1000万美元参与网赌。这是出家人还是出局人？讲经讲到下注，诵经诵到博彩，这还能说是修行吗？就连警察总长潘佩特都忍不住提醒大家，不要一足高打翻整艘船啦。但当这艘船破了好几个洞，乘客还能不怀疑吗？而信徒们的心声更像是一面破镜。一名叫苏达拉普的摩托车司机说，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仰了，现在我宁愿捐给医院和学校。你看，曾经对佛门虔诚如命的信众，现在一颗心像撕裂的袈裟，再也缝不起来。佛教专家普雷查也说，泰国人已经到了一看到和尚就怀疑的程度。问题的核心在哪里？信仰跟财富原本应该是泾渭分明，结果越来越模糊。以前和尚靠布施清汤过日，现在有些人靠祈福仪式赚钱。还有女信徒爆料，她的和尚男友1个月花上百万马币买精品包。到底是布施还是消费狂欢？是修行还是开趴？我们也不能只怪个人私德，制度问题才是重中之重。你知道吗？泰国有条法律叫做僧家法。过去僧侣财务没有明确的监督，才让有心人士大玩金钱游戏。如今政府终于受不了了，准备修改这部法律，强制公开财务账目，还要将不当行为纳入刑法处理。同时，这一次事件也让性别歧视的老问题浮出了台面。佛教中女性常常被排除在核心圈层，当出家人遇上压抑欲望跟权力不对等的时候，很容易出现爆炸性丑闻。这不是偶发事件，而是体制性的裂痕。真相终于在这里揭晓了。高尔夫女士薇拉旺，那位拍了
成千上万张合影、握有视频档案的女子，她不是单纯报复，而是控诉。她曾表示：“我不是为了钱，是因为这些人虚伪。”她的情人和尚每天花9万美元挥霍，他只是学会了同样的方式活着。这句话像是一记佛门的重拳，打碎了信仰的玻璃罩。而根据最新的民调，93%的民众希望政府严惩僧侣，超过一半的人对于僧团已经失去了信心。甚至在佛教圣地瓦特波沃尼维市，整年度仅26人受戒，疫情前可是上百人。这样的落差不是口罩挡得住的。不是口罩挡住了信仰，而是事件封住了信念。但信仰真的死了吗？不，来自东北部的一位保安帕里米普说：“我不再给僧侣钱，但我仍然相信佛教的教义。”这句话如清晨的钟声，在一片混乱当中仍敲出了希望。人们可能会堕落，但教义的价值仍值得守护。古诗一首以记今天的怪现象：香火千年一朝冷，僧影不在影心平。情色交缠空门暗，信仰还需自我明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有觉得信仰不能盲目，制度必须透明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说说你的想法，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跨界茶话间。我们下一集还有更爆、更妙、更离奇的故事等着你。我是阿峰，祝福大家清心自在，不为假象所惑。我们下次见。